所以两种文化呢，在7月的这个月里面啊，太妙了，全部已经变成是一体了。所以你看，我们很多法会，7月的时候最多法会，而且都是超度法会。然后我在那边，这个马来西亚佛学院，7月我们放整个月的假。为什么呢？你不放假，学生，我们很多是出家的学生，他们说常住很忙。那有时候不止常住很忙，很多佛教团体也很忙，他们都要去借这个忙的这个法会。你不放他，他天天跟你请假，所以我们索性就放他们1个月的假期。所以你看，我们都必须要迁就了。你不迁就的话呢，你没办法啊。你每天上课就好多个学生没有来上课，你这个老师也很难教嘛。所以索性放他们，给他们做1个月的这个经忏，说不定呢还多了一点这个零用钱，然后他们也比较好用哦。所以可见这个已经结合了。那么这个结合里面呢，当然也有很多我们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华人的这个信仰，就是人死为贵，那鬼跟龟，就是人死了。所以以前我们老祖宗他们对鬼没有什么恐惧的，为什么？就是我们的祖先嘛，死了就到那边去了嘛。所以因为看不到他们，所以叫做阳叫做阴。我们这边是看得到的，叫做阳阴就是看不到。但是呢，这个阴不是阴森森的阴哦，这个阴间我们现在的观念，阴间变成好像是地狱了，又跟佛教的东西结合，就好像变成是地狱。以前呢，他们所谓的阴曹地府可能就观念上是在地下了。为什么呢？我们华人也说入土为安嘛，对不对？所有的人都要入土了所以执葬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因为全部都入土了你烧了骨灰还摆在那边，有些还在那个 apartment 那边或者是那个公寓那边摆着，那个像公寓嘛，对不对？因为一个人一个单位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呢也很多人就说我们一下子买几个都是附近的，都是邻居爸爸妈妈，然后孩子什么什么几个，就一下子买好几个。有钱的话就买便便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做这个坟墓。坟墓里面呢有些做得很大，一个家族的，大家都希望说，到了那一边，我们还是常常在一起。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我们相信了，这些完全进入到信仰的层次了。当然，我们也看到说，以前中国的一些记载里面，就是说，真的有人变了鬼了以后，他来报恩的一些故事。春秋战国都已经有这种流传了嘛。所以就是当时的观念，就人死了就是鬼。所以皇帝呢，如果去世的话，还要找一大堆人去陪葬。那陪葬的话呢，就是活人在陪葬。后来呢，才有人坐拥。现在这个实作俑者好像有一点点贬义其实应该是宝才对，因为他坐拥了以后呢，人就不用陪葬了。开始呢是像秦俑那么大的一个人的身高，到汉代的汉俑就变得那么小了。那么到唐代的时候呢，就慢慢转了。在我们现在呢是什么？纸人，这个程度越来越差。去陪他们的人，这个程度越来越差了但是呢，从文化演进的角度呢，这个是进步了。所以我们开始比较用人道的观念来看这个问题。可是有一些文化还是有用活人陪葬的这个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哇，这个蛮恐怖的。可是在这个文化里面呢，他们有一些是接受
甚至有一些是强迫性的接受。啊，因为你不这样做的话呢，你在这个文化圈子里面是要被淘汰的。然后有一些人是想要突破，可是呢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呢算是有改进了，这个文化有改进，观念也慢慢的改。那么到后来佛教的这个文化传进来的时候呢，鬼神的观念才有了一些不同。以前我们华人信仰的这个神，有一些是属于鬼神，有一些人是属于叫做人神。所谓人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这个世间有很大的贡献，使了被我们供奉为神。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我们很多神是神话故事里面的人物，最后变成神了。你们知道是谁吗？大师兄。认识大师兄吗？所以孙悟空了，他的年快要过去了，啊，为什么现在会被叫大师兄呢？因为这个电影《西游记》很多，《大话西游》大师兄，所以讲大师兄，大家知道是他。他是神话里面的人物，竟然真的变成神了，厉害哦！我们华人太厉害了。但是我们这种信仰呢，就是在这个层次，所以他们没有什么谈到生死的问题。那到佛教的时候呢，我们谈生死问题。佛教谈生死问题呢，我们其实要回到印度的文化啊，印度的文化呢，基本上就是谈轮回。但是他们轮回其实呢，我们也不是很完整的了解。他们其实不同的派系有不同的轮回的观念。那我们只能够回到佛教来谈。那佛教谈的话，最简单的就是三世。所以三世的话呢，就你这一期生命出现了，为什么会出现？所以就跟前一期生命有关系了。为什么一定要扯到前一期呢？因为假如我们是只谈到这一期生命的话，很多差异的现象解释不清楚。解释不清楚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同样都是相同的这个因子然后结成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体基本结构都差不多一样，为什么出现的一些行为、思想，还有各种心念都可以完全不同？甚至这种完全不同呢，是在同一个家庭里面虽然我们常常也讲说遗传，可是呢，为什么同一个家庭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真的没有办法讲通。那么讲不通的话呢，我们就把它放到未知的这个过去来谈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果，就知道说我们之前的因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这个也有一个好处了。当你们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呢，不要怪别人，业障深重。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告诉大家，只讲业报深重就好，不要讲障。为什么呢？这个障是你自己设的，业不一定变成障。我们习惯了中国佛教，好像其他宗教、其他的佛教系统没有讲业障深重的，好像都是我们这个中国佛教在讲。反而把业跟障呢是扯在一起的。那么业跟障扯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讲的都是恶业。可是我们发现到说，很多时候呢是善业变成障碍。富贵学佛难，几乎所有的宗教都说有钱人最难学宗教。为什么呢？太好的条件了，你跟他讲宗教，他根本就很难体会的，因为他太乐了嘛。所以为什么佛教又讲说我们人最容易学佛？因为呢，我们苦乐参半，苦中有乐，乐中有苦。所以乐的时候呢，可能可以让你忘记一下，然后苦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一些生命的问题。但是想太多的话，压力太大，你会承受不了，又给你乐一下，就一种平衡。所以我们有这种平衡的话呢，我们才一面修行，然后一面就懈怠，
然后打气的时候呢，在那边，然后一解气啊，出劲了，解气了，然后哎呀，什么功夫都散掉了。我们今天刚刚解气，很多解气出来的同学呢，都不在禅堂里面了，心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对不对？然后甚至呢，我们还开玩笑，有一些同学呢在打气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我们气里面的这个火势，我们常常在打气的时候都告诉大家，这个火势好的不得了。其实呢，好不好，只有吃的人知道。我们在主办单位也知道，跟外面比起来呢，有好也有不好。好是我们的比较清淡，不好的话，我们的口味太淡了。还有呢，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不可能放进去。不好意思讲哦，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在修这个禅的时候呢，搞不好你在打坐的时候呢，很多你喜欢吃的东西都会跑出来。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我告诉大家哦，我每次出外，像将来台湾一阵子我回去呢，第一个要吃的食物呢，就是我们那边的咖喱面，还有呢椰浆饭，那是马来西亚的特色的食物，这边吃不到。你们这边有时候呢也说，哎呀，法师来了，煮一点这个咖喱，我不懂的，为什么呢？这个叫咖喱吗？然后这边有时候一说，哇，你来这边，比如说我这次来才10几天还好，没有这么难受哦。那如果是半个月的话呢，有些人还买榴莲，这种叫榴莲嘛，实在吃不下去的。然后我还是要去那边吃。打气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呢？打坐，哇 ，ice cream 就跑出来了。喜欢吃 ice cream 的人啊，从这个汪念就一个一个出来。刚刚好来之前吃了几个非常好吃的，哎呀，出去第一个就先找这个冰淇淋来吃一下，解解馋。有没有？有哦。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我们在用功的这个功夫呢到哪里了？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在这个佛法的修学里面哦，当我们面对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说，我们的妄念那么多，然后我们这些妄念呢，在过程中，它如果是我们在禅修的时候，都会浮现这些妄念，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东西还有很多的这个执着嘛，对。那么有这种执着的话呢，它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它就形成了很多障碍。所以你看，我们在生死轮回里面呢，类似这样的东西都一直不断的浮现出来，所以我们说，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在浮现出来了以后，这个果报现前了，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过去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也是过去、现在、未来嘛，所以你在打坐的时候有什么状态出现的时候呢？预知前世因，现在受者的就是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受这个果报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头看，因为我们找不到它的真正见得到的原因，但是从这样的一个习性里面，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妄念就会让我们去看到。然后，所以佛教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从禅坐里面就看到我们的这个三世的过程，然后这个三世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就把它放到未来了。所以这一期生命呢，这个果报现前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它很实际的这个因果的这个运作的过程的话，我们就只能够去信，然后用这个理来解释它。
那么这个理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回到我们真实的情况，因为只有禅修你比较能够明白。因为在禅修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妄念在浮现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种惯性，或者是我们会有这种追逐。所以现在呢，就想到说，哇，等一下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当我们面对类似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说你要怎么样去处理？所以我们就会期盼未来怎么样？期盼未来怎么样呢？你要先面对现在的问题。不过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又会发现到说，先前的问题浮现，如果这些都是比较不好的这个果报，我们很多不愿意接受。所以呢，学佛要信这个因果。你以为很容易吗？我们不要以为很容易哦。口头上讲很容易，但是呢，实际上在运作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发现它不容易。它的不容易呢，是因为我们见不到。那所以为什么禅修有时候呢，会帮我们解开我们很多内心的这种结，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一些让我们看到过去的一些因。当然，这个因我们能够看到多少，或者是这个因缘能够看到多少，就看我们修行的功力了。有些人他修行的功力比较深的话，他真的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所以在佛法里面才有所谓的宿命通嘛，把过去的都看了。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说，宿命通跟我们就叫三明跟六通嘛。三明里面呢是宿命明，还有呢什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天眼啊，天眼明，还有一个呢，最重要的是漏尽明。其实这三个本来，其中有2个是通，六通也是把这3个放进去了。还有什么神足通，还有呢天耳通，还有他心通嘛，对不对？你看天耳通、神足通跟他心通呢，没有归纳在这个三明里面。然后这个三明里面有2个很重要的，一个是宿命，一个是天眼。宿命呢是看过去，天眼是看未来。那在六通里面呢，这2个只是通，它的意思呢是你看到。看到的话，我们看到的是因果，或者是因缘果报的这个运作的事项。那么它怎么样变成明呢？就这个所谓的漏尽明。其实呢，所谓的漏尽明呢是智慧，明就是智慧，无明就是愚痴嘛。这个智慧它的关键在哪里？宿命通跟宿命明，天眼通跟天眼明的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说，见到过去跟见到未来的时候，就见到因果的法则，也就是见到因果事项的轮回，也见到因果本质的幻灭。这个很重要我们很多修通的人是宿命通跟天眼通，那么这些人有通，但是呢，他们没有明。关键在没有这个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呢？是见到因果法则的本性，这个才是关键的那么，所以我们见到过去的因跟过去的果未来的果对我们来讲不一定解脱。我们现在呢，打坐的时候腿痛，你都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吗？发生什么事？身体没有调好吗？知道吗？知道。前阵子都没有用功，现在腿当然痛得不得了然后前阵子呢，这个生活搞得乱七八糟，妄念当然很多，都知道，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为什么呢？没有明。明是什么呢？明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是过去的，然后它造了这个因，现在我们承受这个果。所以承受这个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才放下它。这个就是明我们能不能够面对腿痛？不能。为什么呢？
腿痛的时候你就起烦恼，你没有面对。有接受它吗？没有，把腿放下来。对，因为痛到你虽然不是痛不欲生，也差不多了。所以放下来，没有接受，你接受的话就没有放下了。然后怎么处理它呢？很关键的在这里，最重要的在这里。有些人呢，他听说不能够放脚，所以他就忍了，咬紧牙根，绷紧全身，把痛的部位弄到有点麻痹的感觉。甚至以前我们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来禅修的人，你知道他带什么东西来？带止痛药，还很得意，痛吃一点，但是没有用。那这种人呢就有问题。实际上这种人是没有接受，虽然他忍，但是他没有接受，因为忍的意思是什么呢？认同。忍了，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认吗？认了。你能忍了吗？你能忍吗？所以这个忍呢是安忍。然后如果是忍辱的话，意思就是说很负面的、很逆境的，我都接受它。忍就是接受它，那么你才能够转化。用什么方法呢？就是方法。你现在学什么方法？数呼吸就回到呼吸，念佛就念佛，摸照就摸照。回到方法，回到方法的时候呢，一方面是面对了，但是会被干扰。现在我回到方法就抽离，然后当我把心凝聚到很有力量的时候呢，我就更正式的去面对它。我敢面对那个痛，但是呢，我的心不被它干扰。面对这个痛呢，是觉知到有痛，这个叫照。我不被它干扰，就是摸。功夫在这里。你要有能够这样子做摸照的话呢，不是一个技巧，而是观念。你接受这个是因果，所以你不逃避它，你面对它，同时不被它干扰，因为你知道这个果是你自己造出来的，没有人加给你的。那你说我在打坐的时候坐到好好，旁边放一个声音出来，不是他干扰我吗？他有干扰你吗？没有。被干扰的是你。被干扰其实不是，是你自己在干扰自己。他发出声音跟你有什么关系？谁叫你的耳朵要听？谁叫你耳朵听了还要放到你的意识里面去分别它？是你自己分别的吗？一堆人坐在那边，只有你一个人起烦恼，大家都没有起烦恼啊。为什么你知道大家没有起烦恼呢？因为你张开眼睛看，大家都做得好，只有你一个人张开眼睛看，所以是你的问题吗？包括我们打气的时候，不是提醒大家，晚上睡觉，有人唱歌，有人说相声，有人演奏音乐，你就听吧。要起烦恼是你自己起啊，那个播音乐的人都没有起烦恼。甚至呢，他还好意，因为他怕你夜晚寂寞，所以你接受他，然后接受说是自己的问题。为什么是自己的问题呢？你说这个是业报的话，也是你自己造成的。所以他干扰你吗？为什么你认为他干扰你？是因为你自己觉得受干扰。哇，这个真不容易。所以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木和照就在那边了。所以这个叫明。那我们之前呢是无明，我们有点痛哦，你打坐腿会痛就是痛的嘛。不过不是腿痛，是这个理有点痛了。所谓痛的意思呢，是知道是因为我之前没有把身体调好，所以现在才痛嘛。所以现在呢，我就要面对它，接受它，然后我处理它。我用方法处理，然后这支香做完了以后放下它，不要再让它变成是一个问题。这个是禅修。你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够这样子见到，然后甚至呢
这个过程的整个修行功力呢，放到你面对这个生死的时候，可能你就可以做到了。不过现在还是理了。但是佛教这样的一种说明呢，我们就发现到，在印度的文化里面，因为讲这是三世轮回嘛，但三世轮回一定没完没了，为什么呢？前世造业，这一期生命得到这个果报，前世呢是怎么来的？所以前世一定还有前世了。那么前世又怎么来的？还有前世了。所以呢，从哪里开始？找不到，无始还以来，就是有个起点的，什么以来就是有起点的，知道吗？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用这个字眼哦，无始以来，所以无始，然后无终哦。然后生命呢，只是一个现象而已，但是我们现在的感受呢，不是，它不只是一个现象，因为我们很真实的感觉到嘛，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处理的。然后这个生命的存在，我们可能不知道它从什么地方来，但是呢，我们更不知道它要到哪里去。所以用生死轮回的这个观念，我们就看到无始的前面跟无终的未来，这个后面，我们在想，生死如果这样子不断的这种翻滚轮回的话，是不是很苦呢？是。有时候苦呢，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苦呢，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这个不知道要到哪里呢，就会产生一种很内在的这个不安。这个就是真正的苦。所以无常故苦，因为我们看到一直不断的在变化。我们为什么会有常见呢？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掌握的那一个，不管是什么东西，它可以就是让我们安心的那个因缘法，它可以永远不变，我们就有安全感了嘛，对不对？像你们为什么敢来这边听课？因为你们知道这个房子不会塌下来嘛。因为我们不在战争的时候，我们知道它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防震的作用也做得很好，即使地震的话就摇摇晃晃还可以顶得过嘛，对不对？晚上睡觉为什么睡下去明天可以睡得很好？因为知道明天起得来。所以为什么战争的时代呢，那些人都睡不好？因为不知道睡着了是不是下一颗炸弹就炸到你的旁边，所以你一定睡不好。所以对未来的一种无知，一种不可预测，就会担心。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未来设立很多的我们预设的东西，就是希望能够用这个方法来帮助我们安心。所以这个过程也叫做安排。